母亲车祸脑损伤，我哭着求未婚夫拿买房的钱做手术，他却将我的存款卷跑，转头和程月结婚。绝望之际，上司沈若白追到医院替我缴清了手术费，我很是感激，顺理成章答应了他的求婚。母亲的手术很成功，留下了一条命，却因此失去了一双眼睛。婚礼照常举行，可3年后，我却无意间听到他和发小的谈话。我娶了心爱的人最讨厌的妹妹，开车撞了他母亲，只为月月能重见光明。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沈若白的声音一字一句落在我的耳中，声如惊雷。我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一门之隔的地方，书房里的声音还在继续。可是，你就没想过，万一被乔星辰发现了怎么办？你和他到底做了3年的夫妻，哪能没有一点情谊？沈若白沉思片刻，缓缓吐出一口烟雾。发现就发现了，大不了将我这条命赔给他，也好过让月月一直失明。只要月月能开心，我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从门缝望过去，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的沈若白和他的发小孙旭。我紧紧捂住嘴，生怕自己失控发出声音，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原来这3年的婚姻不过是一场骗局，而我和母亲也只是他为程月谋取利益的工具。既如此，我成全他们便是。将这一切用手机录下来后，在沈若白发现我之前，失魂落魄地跑回卧室，滑坐在地。当初母亲在手术台上捡了一条命，却因此失明。父亲见状，立刻和他离婚，娶了城市女人进门。母亲终日郁郁寡欢，竟在家中割腕自杀。等我发现时，已然没了气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而我最亲爱的丈夫，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回想着这3年来的一切，心也凉得彻底。沈若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见我坐在地上，急忙将我抱上床，贴心地为我盖上被子。地上凉，你这几天不方便，更要注意，不然又要肚子疼了，老公会心疼的。说着，一边用手轻揉我的发丝，一边伸出手帮我揉肚子。我看着他这副贴心的模样，和往常一般无二。若不是我亲耳听到，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害死我母亲的元凶。而我竟然和我的杀母仇人生活了整整3年。我强忍着内心的翻涌，面上佯装无事，任由沈若白在我身旁故作体贴。好了，老公，这就去给你煮4红粥，你在床上乖乖等我。随即，他在我唇角落下一吻后，便转身进了厨房。看着沈若白端来的4红粥，我胃里却泛起一阵恶心。一想到是他害了我母亲，就再也吃不下他做的任何东西。我强忍着恶心，将头别向一边，声音故作虚弱：“老公，我现在没什么胃口，你先放那儿吧。”沈若白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随即又恢复了往日的温柔。“好，那你一会儿记得吃，我去书房办公，有事你叫我。”他轻轻带上门，脚步声渐渐远去。确定沈若白离开后，我迅速起身，将那碗4红粥倒进了马桶。看着粥水顺着水流被冲走，我的心中才渐渐好受一点，仿佛要把过去3年的虚假感情一并冲走。打开床头柜最底层的抽屉，我一眼便看到了沈若白的备用机。不出所料，密码是程月的生日。打开手机，他的头像是2个艺术字体：心月，心系程月。如此简单又直白的心意。点开朋友圈，里面全是程月的照片，配的每一条文案
都是沈若白隐晦又张扬的爱意。今天第一天见到阿月，突然明白了心动的意义。他要结婚了，我却无能为力。除此之外，还有他送给程月的各种高奢品牌和代言，为他砸钱砸到手软。他甚至以程月的名义做了近100场慈善，为他积累了不少路人缘，真是细心周到，爱他爱到了骨子里。而这些年，他唯一送我的，就是当年替我母亲缴清的那场飞来横祸的手术费。在我无数个为了母亲的离去黯然神伤到落泪的夜晚，程月却接代言接到手软，成为山市永不落幕的灯塔地广女王，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我无力地闭上眼睛，任由泪水决堤。听到沈若白逐渐清晰的脚步声，我快速整理好情绪，将手机放回原位，闭上眼，躺在床上装睡，直到身旁的沈若白传来稳定而均匀的呼吸声。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眼睛，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沈若白看到我红肿的双眼，还以为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并没在意。但他还是贴心地为我做了一桌营养均衡的早餐。见我半天没动，他有些疑惑：“怎么了，星辰？是没胃口吗？”我微微叹口气：“没什么，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我想她了而已。”沈若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星辰，别说你，就连我也时常想起她。当初岳母车祸失明，没能亲自参加我们的婚礼，是我这一生的遗憾。后来不说了，星辰，快吃饭吧。吃完饭，我陪你一起去坟前看看他。”看着沈若白虚情假意的模样，我心中一阵讽刺。若是我妈知道她的女婿正是害她失明的罪魁祸首，怕是恨不得要从地里爬出来掐死他吧。我刚要开口回应，沈若白却在接起一个电话后，脸色骤变：“星辰，公司突然有急事，需要召开紧急会议，我得赶紧过去，不能和你一起去看妈了。”可我分明听到电话那头是程月的声音。我仰起头：“可以不去吗？今天我有事想和你说。”沈若白却匆忙地起身穿衣：“别闹了，星辰，公司真的有急事，你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哈。”沈若白关门的声音响起，我自嘲一笑，忽然觉得没意思极了。去书房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却在打印机的旁边发现了当初那份同意将眼角膜捐赠给程月的签字协议，落款处是我的名字，却是沈若白的字迹。当初我在病房外为母亲的病情担心地晕过去，醒来就听到母亲手术成功的好消息，便不顾得其他，忽略了医生说的什么捐献信息。现在想来，一切都是沈若白的阴谋罢了。怪不得我的母亲瞎了，程月却复明了。原来他的眼眶里的一直是我母亲的双眼，心情瞬间沉到了谷底。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沉寂已久的电话：“哥，我想好了，愿意和你一起移居意大利。”“真的吗？星星，你终于想通了。明天哥一结束这边的会议，就回国去接你。”“好，谢谢哥。”2天，告别3年，足够了。刚挂断电话，我的手机便弹出了一条消息，是程月发来的。点开语音，里面赫然传来2个熟悉的声音，接着沈若白磁性的声音响起：“月月，我好想你，这些天你都不知道我忍了多久。”看着乔星辰和你8分相似的脸，我只能把他当成你。若白哥哥，这3年辛苦你了，为了我竟然忍了他那么久。不过我可以时常和若白哥哥团聚，当作奖励。我强忍着恶心，没再继续听下去。原来这就是沈若白非开不可的会议。片刻后，我整理好情绪，将自己收拾妥当，买了一束向日葵，
最后一次去了母亲的墓前，和母亲告别完毕，我又去了一趟邮局，将眼角膜捐赠协议和我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一并寄出去，算好快递时效。沈若白刚好可以在我离开后收到快递。做完这一切，我去了沈若白的公司，刚进门便听见员工议论纷纷。程月小姐本人也太美了吧！你们说，她不会就是传闻中的沈太太吧？肯定是，不然沈总为什么甘愿豪掷千万，也要为程小姐拿下云端的合作代言？沈总是商人，却还是为程小姐不计得失，肯定是为爱发电呀！哎呀，简直是偶像剧照进现实，磕死我了！顶楼办公室，我站在门口，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沈若白声音缱绻：“阿月，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挺好的，前段时间公司特别忙，接代言接到手软。若白哥哥，我听说云端的代言又是你拿钱给我砸过来的，其实你不必如此破费的，万一被星辰知道了，他会不开心的。”听他这样说，沈若白嘴边的笑意却不止。没关系，只要你高兴就好。听着他们的互动，俨然是许久未见的小情侣，也不怪员工们会误以为程月才是沈太太。我刚要转身离开，门却从里面被打开，沈若白诧异的声音响起：“星辰，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屋内的程月刚好抬头，和我的目光对上，眼神中是止不住的得意。“星辰，你来啦！”语气姿态仿佛她才是这间大厦的女主人。沈若白拉着我的手，慌乱开口：“星辰，你别误会，程月只是作为代言人来和我谈和云端的合作。”我压下心底的酸涩，重重点头：“没关系，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程月却开口将我拦住：“星辰，进来待一会吧。”秘书将沈若白叫走，屋内只剩我和程月两个人。门一关，他立刻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乔星辰，我都能想象出你听到录音时会是怎样难堪的表情。你和你那个死去的妈一样，都一样的贱，只能捡我和我妈不要的男人当一个垃圾回收站。哦，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当初我根本就没有失明，你妈妈的眼角膜也并没有在那场手术中发挥作用，而是被医生冲进了下水道，在阴暗的水沟里受老鼠啃野虫爬。”我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目光死死地盯着程月，怎么也想不到，原来这才是当年的真相。我身体忍不住地站立，他怎么可以害我妈失明致死后，还这么的理所应当？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高高的扬起手，程月却抢先一步，重重地摔在地上。月月，下一秒，我被人用力地推倒在地，磕在办公室的桌角上，剧烈的痛感从头上传来，还掺杂着丝丝血迹。可头上的痛却抵不过心中的1/1000。沈若白将程月抱在怀里，转头朝我怒吼：“乔星辰，你干什么？”程月哭哭啼啼地捂住脸的半边，露出了他用指甲刻意画出的印记。“若白哥哥，我只是关心他2句。”星辰却说今天是他妈妈的忌日，他妈妈瞎了，我凭什么复明？让我不要去找他的晦气。你看我的脸都被他划伤了。沈若白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乔星辰，你妈瞎了是因为出了车祸，和月月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够因为月月复明就把这事怪在她头上？难道你妈瞎了，还要全世界的人和她一起失明吗？”我不可置信地听着沈若白说出这些话。“沈若白，你说我妈的眼睛究竟是怎么失明的？当年车祸的真相又是什么？”沈若白不耐烦地皱起眉：“我都和你说多少次了，你妈妈当年是自己闯红灯才被撞的，
肇事者也进去蹲了几年牢，你还要怎样？况且手术中有点小意外，在所难免，只是瞎了一双眼睛，又不是丢了命。你妈妈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在家自杀，关别人什么事？月月和你不一样，她是靠脸吃饭的，你怎么能划伤她的脸？快点和月月道歉。听他这样说，我突然特别想笑，笑得眼角溢出了一滴泪。这就是我爱了3年的男人，到如今连句实话也不肯和我讲，还口口声声要我给别的女人道歉。下一秒，我自虐一般的用当初我和沈若白的结婚钻戒在脸上划出了一道血色的印记。沈若白猛地睁大双眼，星辰，快住手！我只是让你和月月道歉，没让你划伤自己的脸。我却置若罔闻。做完这一切，我将戒指摘下来，扔到沈若白面前，朝她笑了笑。这就是我向你心爱的月月道歉的方式，沈若白，从此我们两清，你满意了吗？说完，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沈若白想要拉我的手，程月却赶忙哭哭啼啼地拦住他。若白哥哥，我的脸好痛，会不会落疤呀？沈若白看着怀里的女人，又望了望我决绝的背影，犹豫了几秒，终究是没有追上来。当晚，沈若白没有回来，也罢，不是所有的分别都需要再见。我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整理好，去了哥哥乔望尘落地的酒店。一进屋，哥哥亲切的面庞让我不自觉红了眼眶。小时候，爸妈工作忙，是哥哥将我拉扯长大。大学时，哥哥外出留学去了意大利，和家里也断了联系，只偶尔给我打几个电话。他心疼地将我搂进怀里，在看到我脸上的红印时，脸色骤变。星星，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哥，是谁？是不是你那个便宜老公？听他这样说，我破涕为笑。不是的，哥哥，是我自己不小心划伤的。他不置可否，只摸摸我的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有哥在。我们星星是有人疼的小孩。感受到哥哥的温度，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第二天，我和哥哥准备一起登机。与此同时，沈若白的电话打来：星辰，昨天是我不好，明明是妈的忌日，我却没有考虑到你的情绪。我知道妈的事是你心里的痛，我不该为了程月对你说那样的话。但月月是一名演员，昨天你划伤她的脸，才让我口不择言。不过所幸我们已经去过医院，她不会留疤。我替你也拿了药，晚一点给你带回去。我淡淡开口：没关系，我不急。昨天的事我也有错，你好好陪她吧。沈若白这才松一口气，应道：好。之后我将电话关机，和哥哥一起登了机。挂断电话的沈若白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不过她并未在意，依旧带程月打卡了最近很火的约会圣地。夜晚，沈若白和程月之间萦绕着一股暧昧的气息。秘书的来电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氛围。沈总，不好了！夫人发现3年前他母亲车祸和手术的真相了。沈若白的眉头一皱，有些愕然。什么意思？你慢慢说。秘书急了。夫人将之前您替他母亲签字的眼角膜捐赠协议寄到了公司，一起寄过来的还有2段录音和离婚协议。我给夫人打去电话，电话那头却一直显示关机。沈总，您还是亲自来公司听一下吧。旁边的程月听到这话，嘴角露出了一阵得意，随即轻笑开口：星辰又闹小孩子脾气了。以前他和我一吵架就玩消失，经常2、3天都找不到人。若白哥哥，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他在这里又没有别的亲人，根本无处可去。兴许只是电话关机。
吓唬吓唬你罢了。好啦，我们继续。他娇俏地朝沈若白吻去，却被沈若白一把推开。月月，抱歉，我必须确保星辰的安全。今晚我们就到这里吧，再见。说着，他便起身穿衣，驱车离去，将程月独自扔在了酒店里。沈若白边开车边朝我打来电话，但电话那头一直是关机。莫名的，他心中开始不安起来。结婚3年，我几乎没有和他闹过脾气，更没有电话关过机。我心疼他工作繁忙，尽量能忍让的都忍让。如今这样，一定是特别失望。沈若白慌了，他开始后悔为什么昨天没有在意我的情绪。原本1个小时的路程，他半个小时就赶到了家。一进门，他便大声呼喊我的名字，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房间里弥漫着陌生的清冷，桌椅摆放整齐，却少了往日的烟火气。他心急如焚，疯狂地在各个房间穿梭，打开衣柜，发现里面属于我的衣物全都消失不见，就连梳妆台上的化妆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沈若白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秘书也在此时赶到了家里。门铃响起，沈若白下意识地以为是我回了家，她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去开门，却在看到门后的秘书时彻底绝望。沈总，这是夫人寄过来的协议，U盘里还有2段录音。沈若白接过秘书递给他的协议，打开2份协议的最后一页，右下角处都签着乔星辰3个字，只不过1份是我的亲笔，1份是他模仿我的笔记。2份协议的签名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眼，也刺痛了他的心。他知道这次我真的决意离去，而他再也拦不住了。U 盘被秘书插入电脑，下一秒，沈若白和孙旭的声音赫然响起：我娶了心爱的人最讨厌的妹妹，开车撞了她母亲，只为月月能重见光明。可是你就没想过，万一被乔星辰发现了怎么办？你和他到底做了3年的夫妻，哪能没有一点情谊？发现就发现了，大不了将我这条命赔给他，也好过让月月一直失明。只要月月能开心，我做的一切都值得。沈若白一下子瘫坐在地，原来我早就知道了他的阴谋，只是没拆穿他而已。接着下一段录音响起，是程月的声音：乔星辰，我和若白哥哥的对话好听吗？我都能想象出你听到录音时会是怎样难堪的表情。你和你那个死去的妈一样，都一样的贱，只能捡我和我妈不要的男人，当一个垃圾回收站。哦，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当初我根本就没有失明，你妈的眼角膜也并没有在那场手术中发挥作用，而是被医生冲进了下水道，在阴暗的水沟里受老鼠啃野虫爬。沈若白听着程月的话，脸上的神情从震惊转为愤怒，他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指节也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用心呵护了多年的女人，竟然是如此的恶毒，不仅让他当年为他铤而走险，还将他在内的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这个女人，她怎么敢？沈若白低声呢喃，满心的懊悔如潮水般将他淹没。回想起他因为程月而伤害我，让我受的委屈，此刻他忽然觉得心口胀疼，疼得他喘不过气。与此同时，我和哥哥的飞机已经落地，呼吸着异国的空气，我忽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哥哥特意为我请了1个月的假，陪我去了意大利的所有热门打卡地。我也在一次次的游玩中，逐渐走出了曾经的阴霾。春日的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身上，街边的咖啡店飘出浓郁的香气，巷子里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一切都那么美好而治愈。
打开手机，国内新闻却频频推送沈若白和程越的消息。原来自我走后，沈若白便断了程越的所有投资和代言。原本答应好的拍摄日期，由于沈氏的资金迟迟不到位，也只能被搁置在一旁。好几家品牌气不过，都将沈若白告上了法庭。一时间，沈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程越的粉丝纷纷自发在公司围堵，骂声一片。可舆论愈演愈烈，沈若白却迟迟未出面为自己辩解。但很快就有人扒出，沈若白和程越的关系不简单。3年来，沈若白为程越拱手送上的合约代言不计其数，几乎未得女神芳心，将舔狗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次会不会是因为舔不到女神恼羞成怒，才会突然断了他的合约和代言？程越经此事因祸得福，更多资方纷纷找来，愿意请他拍摄新的项目。但沈若白一言不发，只在程越发文庆祝新合约已签订的当晚，安排狗仔爆出了他和程越在酒店拥吻的照片。同时在公司官方账号上晒出了他已婚的证明。这下程越插足别人婚姻的情况彻底被坐实。刚刚签订的合约又因为程越的个人形象问题被迫解约，程越还面临着几份协议的天价违约金，共计1亿元。看着沈若白的迷之操作，我忽然有些看不懂他。明明当初是他看得像天上星一般的人儿，处处小心呵护，如今又为什么不惜动用一切，哪怕玉石俱焚，也要毁了程越？明明程越才是他沈若白钟爱的女人啊！不再理会国内的消息，我关上手机，和哥哥一起回了家。可沈若白和他秘书的电话却一通接着一通打来，拉黑了他们2个的号码。世界终于清静，我也在喝完哥哥递给我的牛奶后沉沉睡去。与此同时，沈若白的发小孙旭看到网上的舆论，也赶到了沈氏，看到沈若白颓废的模样，面露不忍。若白，别这样，若是星辰还在，估计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颓废的模样。沈若白听到我的名字，眼睛一亮，随即苦笑着开口：不会了，他不会再原谅我了。他最讨厌欺骗，我却在他面前演戏演了整整3年，还为了程越做了许多伤害他的事情，甚至让他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如今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更别提再见我了。孙旭心里替他难过，却只能拍拍他的肩膀，无奈开口：若白，我就说你心里是有乔星辰的，不然为什么他走了你会这么难过？这些年你为程越做了多少蠢事，如今能够及时醒悟也是好事。作为兄弟，我早就提醒过你，程越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明明自己有老公，还要吊着你替他谋取利益。你再想想乔星辰，除了他母亲的手术费，还让你替他做过什么？放着自己的老婆不疼，去疼别人媳妇。若白，你还真是傻得可以。沈若白听着孙旭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忽然想起，他上一次心动时，还是结婚纪念日那天，我冲他扬起的笑脸。那天的他因为忙着和程越约会，很晚才回家，我却在家做了一桌子菜，并未怪他，反而贴心地帮他将桌上的菜再热一遍。他这才想起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可惜翻遍全身，只找到了白天买给程越首饰时的赠品。他羞赧着拿出礼物，我却依旧惊喜地扬起笑脸。如今想起来，心中满是对我的亏欠。沈若白满心懊悔地低下了头，脑海里全是我的身影。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代替程越，占据了他的心？
也许是他每天回家时桌上永远都有热乎的饭菜，也许是感冒时我亲手喂他的那碗驱寒姜汤，也许是在他伤心时我借他的肩膀。沈若白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那些和妻子曾经相处的琐碎日常，此刻都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可如今，那样一个鲜活的我，他却再也见不到了。痛哭间，秘书通报程月来了，他却下意识地回答不见。而往常，程月每次过来，他都会放下手里的任何事，以他为先。下一秒，沈若白忽然愣住，随即泪水浸湿了他的双眼。他终于承认，在感情的这场游戏里，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程月趁孙旭离开的间隙，冲进了办公室。他红着眼眶，朝沈若白委屈开口：“若白哥哥，这些天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还断掉了我的合约和代言？那些照片和你已婚的证明，你知不知道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损失？现在合作商们纷纷要求和我解约，我不仅拿不到报酬，还要赔偿1个亿的违约金。若白哥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程月一股脑地说出这些天对沈若白的不满，以为只要他开口，沈若白还会像从前一样将这些东西拱手送到他面前。沈若白却冷漠地抬起头，眼中再无往日的温柔，只剩下无尽的冰冷与厌恶。是，程月，我不爱你了，我没去找你，你竟然还敢来见我。程月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却仍不死心地往前凑。若白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我知道了，你其实只是生星辰的气，所以迁怒我了，对不对？也是，星辰也太过分了，怎么能一走就走这么多天？要我说，女人就不该惯着。听他这样说，沈若白猛地站起身，伸手掐住了程月的脖子：“住口！你还有脸提星辰？若不是你从中挑拨，他怎么会走？”程月满脸惊恐，神色不自然道：“若白哥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因为我是星辰的姐姐，就把他的离开怪在我头上吧？”沈若白却怒目圆睁，死死盯着程月：“3年前，你的眼睛根本就没瞎，是不是？星辰母亲的眼角膜被你丢进了下水道，是不是？程月，你怎么这么恶毒？乔星辰可是你的妹妹，你怎么下得去手？害死她母亲，让她白白伤心。”程月听到沈若白的话，却突然大笑起来：“我恶毒？沈若白，别忘了，开车撞了他母亲的人是你，模仿乔星辰字迹签下眼角膜捐赠协议的人也是你，婚内出轨背着他和我厮混的人还是你。如今乔星辰走了，你又装出这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沈若白被程月对得哑口无言。是啊，伤害星辰的事情都是他干的，如今又有什么资格怪别人？他的手无力地松开，程月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也跌坐在沙发上，脑海中不断回想着程月的话，那些曾经他犯过的错，此刻都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击打着他的心。片刻后，沈若白却突然盯着程月冷笑起来：“既然当初是你提出换掉星辰母亲的双眼，那就让你也体会一下失明的感觉。”说着，便拿起桌上的剪刀，朝程月缓缓靠近。程月被沈若白吓得毛骨悚然，却怎么也爬不起来。下一秒，程月惨叫的声音传来，凄厉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办公室。程月的双眼有血涌出，他痛苦的嘶吼，在地上不断的翻滚挣扎，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宛若一个疯子。沈若白手中的剪刀咣当落地，他看着眼前这一幕，忽然觉得如梦初醒，懊悔与惊恐瞬间将他淹没。沈若白喃喃自语：“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我都做了些什么？他踉跄着后退，撞上了身后的桌子，桌上的文件散落一地。程月的哭喊声引来了公司的员工和保安，众人挤在门口，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若木鸡。有人回过神来，急忙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沈若白被警察带走时，程月刚好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而远在意大利的我，对国内的这场闹剧毫不知情。在哥哥的陪伴下，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开始学习画画。每天清晨，我都会坐在窗前，看着阳光洒在古老的街道，听到树上的鸟开始叽叽喳喳，于是提笔将脑海中浮现出的美好统统画下来。午后，我则会去街边的咖啡店，点上一杯拿铁，什么也不做，就这样看着窗边来来往往的行人，感受着生活的惬意与温暖。1年后，我在意大利的一家画廊中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展会上，我的画作吸引了众多目光，每一幅画都充满了生命与希望。哥哥乔望尘陪在我身边，满脸骄傲。画展结束后，一名叫卢卡的先生向我索要联系方式。看着眼前高大帅气、脸上洋溢着温暖笑容的男子，我也被莫名感染，笑着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原来卢卡也是一名业余画家，平时喜欢参观画展，寻找灵感，与我算是志趣相投。他说，他在我的画上看到了生命与希望，所以很想和我做个朋友。闲暇时，我们便约着一起去写生，去爬山，去看画展，甚至什么也不干，只是简单的在海边漫步。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和卢卡逐渐确定了彼此的心意。为了让我更有归属感，他特意去学了中文。和我在一起时，他已经会用流利的中文同我交流。在卢卡的身边，我终于体会到了被尊重、被呵护的感觉。曾经在沈若白那里受过的伤害，也在卢卡的细心呵护下逐渐愈合。国内的法庭上，沈若白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程月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的演艺生涯彻底毁灭，不仅收入全无，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她的丈夫生怕程月的债务牵连到自己，果断提了离婚。1个月后，程月自杀的消息传出。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灯塔地广女王，在一个小小的浴缸里就了结了自己，不免令人唏嘘。而我在看到这个消息时，只是感怀天上的妈妈终于可以安息。时光匆匆而逝，2年的光阴很快过去，我和卢卡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在哥哥的见证下，我们在布兰托古堡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穿着洁白的婚纱，手捧鲜花，走向了卢卡。此刻，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都陪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婚后，我和卢卡一起开了一家艺术画廊，致力于帮助每一个有梦想的画家，无偿帮助他们举办画展。在彼此灵感的浇灌下，我和卢卡也坚持创作，画出了许多独特又充满新意与生机的作品。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卢卡的幽默风趣也让我们的婚后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天，我在整理电子邮件时，收到了一封来自孙旭的来件。他在信中告诉了我沈若白的现状。如今的沈若白在狱中表现良好，一直在努力改造，希望能够得到尽早出狱的机会。只不过，沈若白常常提起我，字里行间全是对我的思念与懊悔。他不求我的原谅，只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托孙旭转给了我，就当弥补他这些年犯下的过错。看完信后，
我沉默了许久，曾经的伤口虽然已经愈合，但带给我的痛苦却永远都无法抹去。我将银行的转账退回，并给孙旭回去一封信件，告诉他我已经放下了过去，开始了新生活。但沈若白毕竟是间接害死我母亲的凶手，我此生绝不会原谅。以后他的事不必告诉我，不要再来打扰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生活。与此同时，沈若白因表现良好被刑满释放。走出监狱的那一刻，阳光倾洒在他的脸上，他却只觉得刺眼。他凭着记忆回到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家，但里早已物是人非。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回想起过往的一切，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孙旭将我的回信转告给沈若白后，他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决定尊重我的意见，并未来意大利打扰我的生活，而是在国内重新开始。曾经的沈氏在他入狱后没多久便宣告破产，再也开不下去。他用剩下的积蓄又开了一家小公司，并将每年的收入都捐给了我和卢卡的艺术画廊作为展会基金。伤害已经造成，他只能用自己的行动尽量弥补曾经的过错。又过了5年，我和卢卡带着女儿在公园里玩耍，女儿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我看着在草坪上追逐玩闹的一大一小，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幸福。就在我们一家3口要回去时，我忽然在拐角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的内心却格外平静。我们都认出了彼此，但默契的没有相认。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而我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